大家好，6月8号我介绍了5分钟见效的手上的2个止咳点。这个视频要补充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同侧原则。如果喉咙干痒在右侧，就以按摩右侧止咳点为主，左侧的为辅。视频出来后，朋友们在微信群里马上反馈，国内的亲人2阳了，又得新冠。他们说太好了，马上告诉家人这个止咳点。我告诉他们，这个止咳点虽然止咳效果非常好，但是是治标不治本的，也就是说它只是暂时止咳，让我们可以安静一下，但是病因病灶并没有除去，所以还会咳嗽。因此我马上开始整理以前学习到有关治疗咳嗽的资料。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咳嗽治本的方法。这一期我会从4个方面来讲：第一，经络按摩；第二，拔罐；第三，足底反射区按摩；第四，新冠原站队员教手掌手字13推。在经络按摩方面，我会分2部分来讲：一般的咳嗽和久咳。不管是风寒感冒还是病毒感染导致的咳嗽，疏通肺经都是首要的任务。经络按摩以陆星宇老师的咳嗽经络处方为主，加上别的专家的方法。这是手太阴肺经的旋行路线和穴位。陆老师的肺经易堵塞穴位是尺泽穴、孔最穴、鱼际穴，具体位置请看图，它标示和文字解说都很清楚，我就不赘述了。要特别指出的是，关于孔最穴的位置有不同看法。标准经络图上，肺经的孔最穴在肘下5寸，但是也有专家认为是肘下2寸。如果在肘下2寸的孔最穴痛感不明显，可以敲击肘下5寸的孔最穴。咳嗽发作时，这个位置会更痛一些。此外，有的专家提出少商穴和列缺穴也是调理咳嗽的2个重要穴位。列缺在2个手掌虎口交叉，上面那个手食指在前臂内侧所指的点就是列缺，它对过敏性咳嗽特别有效果。如果咳嗽已经比较久咳之人，除了调理肺经以外，还要调理脾经和肾经，还可以拔罐。这是肾经的经络旋行路线图和穴位。肾经的易堵塞穴位是大中穴、照海穴、水泉穴、蓝谷穴。前面3个穴位都在脚内踝下的凹窝处。这是脾经的经络旋行图和穴位。脾经的易堵塞穴位是大包穴、血海穴、阴陵泉穴、地基穴、商阴交穴、公孙穴和太白穴。拔罐采用的是枢木配穴法，拔背上的会腧穴和前胸锁骨下面的中府穴。中府的位置可以这样来找：双手叉腰，锁骨外侧端下方有一个凹陷，这个凹陷再往下一大拇指横指即是中府穴。中指中焦，府是距的意思。中府是肺经的起点，肺、脾、胃合气于此穴，所以名为中府。家庭使用真空抽气罐就可以，每次拔罐抽气3下，留罐15分钟，每天1次。有的人拔2天就出现了水泡，大泡挑破涂碘伏，注意别感染，小泡可以不管。一次最好不要超过4罐，除非应急，最好避开晚上拔罐。如果暂时没有真空抽气罐，就按摩和轻轻敲打肺腧和中府穴也可以。接下来我们讲足底反射区的刮痧或者按摩的顺序。这是足底反射区的模型，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脏腑反射区在足底都是左右对称的，除了图中标红色的只在左足的心脏和脾反射区和只在右足的肝和胆反射区。调理的顺序是刮左足心脏反射区，然后刮左足肺和支气管区，再刮右足肺和支气管区。大家可能会问，我们是调理肺，为什么要刮心脏反射区？因为在中医里，心是君主，心藏神，所以先调理心，然后再调理肺部，效果就会加倍，更快见效。最后我们介绍元江的队员教您手诊手治13推。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学习一下手诊手治脏腑同调13推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的应用。手诊手治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双手互推，按照规定的顺序依次揉掐手掌上人体脏腑所对应的反射区，达到调理脏腑气血、疏通经络、提高免疫力及治疗和预防疾病的目的。在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简单易学、方便易行、无明显副作用，非常适合自行操作。首先，大家可以按照视频上方的图解给自己的手进行脏腑分区，然后按照1肺、2脾、3鼻区、4双、5肢、6心肌、7肾、8肝、9开背、10清肝、11清心、12大肠区以及13强肺区的顺序依次按压。按压一轮结束后，对于合并胸痛、高热、咳嗽等症状者，还需按压4个呈 Y 字形的消炎点，分别代表咽喉、扁桃体、气管和支气管。每个穴位按压20到30秒，总时间为5到10分钟。男士主推左手，女士主推右手，早中晚各一次。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一类的呼吸系统疾病，可重点按压1号穴、3号穴、4号穴、5号穴和13号穴。手诊手治13推，我总结如下，大家可以截图对应的视频来练习，我就不再赘述了。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咳嗽的外治方法。目前还没有被感染的朋友，可以经常疏通肺经、脾经、肾经，来保持经络通畅，达到预防的目的。已被感染的朋友，希望这期节目咳嗽的外治方法对你有帮助，祝您早日康复。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